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一个国家最诡异的现实正在上演，百姓的医保只剩每天50块能报，政府背书的理财中心一夜卷走11亿，街头贴满全民抗争、推翻暴政的标语，外资逃离，富人润欧洲，整个中国正在悄悄崩塌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这一周的真实新闻。在河南新乡，看病只能报销50元，医保局说不限额就会没钱。在陕西韩城，政府挂名的金融中心爆雷，2200人血本无归，还被警察镇压。在洛阳的墙上，有人贴出消灭共匪4个字，隔天就被撕光。而在伦敦，马云的妻子用现金买下价值 1.8 亿人民币的豪宅。底层哭，顶层笑，有人为50块要钱挣扎，有人一次转走5000万。有钱人早就准备好了，穷人却连生病的权利都快没了。这一集我们不谈希望，我们谈现实。当政府成了掠夺者，当医保没钱，当街头出现反抗，当外资逃离，真实的中国究竟还剩下什么？一个打着政府背书旗号的借贷平台，居然一口气卷走了11亿人民币，而且受害的大多是辛辛苦苦存钱的老人、小贩，还有农民。而这个平台不是什么黑市操作，而是由政府牵头成立的。事情发生在陕西韩城市。2014年，一个叫做韩城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机构悄然成立。名字听起来是不是还挺正经的？实际上它不是民间的，而是由当地政府主导设立的。当时的市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，10多个部门的官员都参与其中。地方媒体还说得特别动听，这个平台不但无风险，还收益高，什么8%月收益，政府监管，零坏账，全都写进了宣传材料。韩城日报甚至写道，有人把孩子的学费、父母的养老金全都拿去投资了，还说这是为了支持国家金融改革。很多人真的信了，不光拿出积蓄，还有人卖房借钱，把所有身家押进去。但今年9月底，这个平台突然宣布资金链断裂，彻底爆雷了，11个亿资金没了，2200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政府一开始还跳出来说接管解决，但过了几个月什么都没发生。11月10号，数百名投资者再次聚集在韩城市政府门口，希望要回自己的血汗钱。人们没有打砸，没有暴力，只是和平请愿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难以置信，警察出动镇压，暴力驱赶，10名投资者当场被抓走，直到当晚7点才放人。在这个剧本里，政府既是玩家，又是裁判。中国类似的政府背书金融暴雷事件早已有之，像这样由政府主导，出事后又用警力镇压受害者的操作，既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在这个剧本里成为牺牲品。一边是投资理财被政府卷走，另一边是生病了却报不了销。中国百姓不止在赚钱时输了，连花钱治病时都要被限额。我们来看看在河南新乡，一张医院墙上的小公告如何戳破了整个医保系统的底牌。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去医院看病一天最多只能报销50块钱吗？不是你看病不花钱，而是你花再多报得回来的也只有50块。这不是段子，就在河南新乡市，政府挂名发文盖章认证。河南一位叫孟老三的网友近日在新乡市一间医院看病，看到墙上一张公告写着
即日起，居民医保每日限额报50元，职工医保每日限额150元，落款是新乡市医保局。50块是什么概念？连一盒进口感冒药都买不起，更别说慢性病、心脏病、高血压这些每天吃药的病人了。对此，官方的回应是防止没钱，也防止诈保。这事一传开，当地网友炸锅了，于是传媒去新乡市医保局求证，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，让人听了更加心凉，说如果到12月份还不限额，就可能会出现没钱的情况。言下之意就是基金快撑不住了，只能大家少报一点。不过这话没几天就被否认了。11月10号，官方说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为了防止医院和药店诈骗医保资金。等等，这不是说老百姓在骗保，而是说医院在骗保，但受限制的是老百姓不能报销，这操作逻辑有点怪吧？记者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如果我需要买500块钱的药，每天限额50，是不是只能买10天？工作人员的回答简直令人震惊。这种行为我们不提倡，应该自费450元，然后报销50元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多急病多重，报销就那么一点，其他你自己想办法。这套说法让网友彻底炸了。有人说，这不是防止骗保，这是贼喊捉贼。如果担心有人诈骗医保，那应该加强监管，而不是限制所有人看病。不能因为有小偷就把大家的门都锁起来，不让出门吧。而最能戳破真相的一条评论是，所以中国医保是真的没钱了吗？其实不只是新乡，这种医保限额潮早就在全国蔓延。像广东东莞，有人吐槽说，普通门诊年度限额才889元，一年感冒个2次，开点慢性病药就报完了。青海更夸张，直接取消了3级医院门诊报销，要看病先去社区转诊。结果西宁某社区医院转诊人数从每天10人飙到200人，老年人为了一张单子排队3小时。政府没钱，把压力转嫁给百姓。专家分析得很直接，政府没钱，先从医院抽，再从医保砍，最后压力全转嫁给老百姓。当局一边限额报销转嫁财政危机，一边喊全民健康，但如果看个病只报50，买药也变得买不起，你如何保障人民健康？当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难，连治病都要被限制，发声也变成奢侈。有人选择沉默，但也有人选择站出来。接下来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反抗的声音从没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出现。河南街头，一张张写有大字的标语悄悄贴出来，上面写着全民抗争，消灭共匪，推翻中共，勿忘64。这不是电影桥段，它真实发生在11月11号的中国河南。这批标语是一位自称反共爱国青年亲手张贴的，地点河南省洛阳市的多条街道。他表示，中国社会里只能有一种声音，小粉红可以肆意叫嚣，普通人却只能静声忍气。他无法再沉默。他留言说，我心痛，我气愤，也许我的标语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我要让中国人，让共产党知道，这个时代从不缺反抗的声音。这些标语毫不委婉，措辞激烈，全民抗争，消灭共匪，推翻中共，勿忘64，甚至更直接点名习近平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，今年以来，中国多地街头、墙上、公厕，甚至高楼墙面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、投影与条幅。10月31号，河南驻马店街头张贴标语，习近平下台，停止器官活摘，
中共结束独裁暴政，归还言论自由。10月25号，北京三里屯2则反共横幅高高挂起，写着共产党是反人类的邪教，必将带来灾难，开放党禁，自由选择，建立法治中国。9月3号，北京阅兵前夕，公厕门板称为另类公告板，上面写着独裁者下台，中共早该亡了，网友称之为厕所革命。8月29号，重庆大学城西街一整栋大楼外墙被投影打出巨幅标语：打倒红色法西斯，推翻共产党暴政，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自由不是恩赐，要夺回来。4月15号，四川成都天桥巨型横幅挂出：没有政治改革，就没有民族复兴。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，民主才是方向。在中国，说一句真话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，但仍然有人选择站出来贴出来，哪怕只是一夜之间就被撕下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有你听不到但值得知道的中国真相。老百姓在街头贴出怒吼，而外资用钞票投下了不信任票，他们只做一件事：走人。中国曾经是全球外资的淘金天堂，但现在大门似乎还开着，外资却一个接一个地走了。今年第3季1个季度，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暴跌了 51%， 显示投资断崖式大逃亡。连汉堡王、星巴克都开始卖掉中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已经藏不住了。2025年第3季，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只有85亿美元，比上一季少了 51%。如果跟2022年的高峰比，那更惨，暴跌 92%。 整个外资圈用行动在告诉你，中国这艘船我们要下了。外资大撤离原因其实很简单：第一，经济不确定性太多，内需疲弱，消费信心低迷，通缩压力大；第二，政治风险太高，中美贸易战持续，监管风暴难测，地缘政治风险高；第三，就是不信任，难预测，谁都怕今天营业，明天被抓，没人想当下一个滴滴。跨国巨头也撑不住了。汉堡王中国11月10号宣布，母公司直接把 83% 的中国业务股权卖给中国本地投资公司，等于说我不完全值了。星巴克中国则在11月3号就已经把60%股份卖给中国本地的博裕基金了。这些动作在业界被称为战略性撤退，不想完全退出，但也不想再押宝中国。上海美国商会的统计显示，对未来5年中国市场感到乐观的美企创下4年新低。更夸张的是，只有 12% 的美企把中国列为首选投资地，进入历史最低点。搬工厂、砍预算、卖股份、放弃市场，就像是一场安静的出走潮，没喧嚣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坚决。外资是看风向的高手，当他们开始撤离，就不仅是投资问题，更是对整个中国市场的不信任投票。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变成一座政策陷阱工地，而撤退潮已经开始。外资选择出走，中国的富人也早就提前润出去了。你以为马云退隐种菜，其实人家在伦敦、在纽约早已经买好了整条街的安全感。中国人常说，钱再多也买不到安全感，但对马云家族来说，钱可以买到整条街的豪宅。最近曝光，马云的妻子张英在伦敦最昂贵的富人区买下了价值 1.8 亿人民币的豪宅。这栋房子位于伦敦贝尔格莱维亚，别名亿万富翁集中营，一栋联排别墅就要1950万英镑，约2570万美元，而张英现金出手拿下了它。
这栋豪宅过去曾经是意大利大使馆，意大利的军官和外交官在这里接待过英国前首相、欧洲皇室，还有爱德华八世的王妃。中介介绍说，这是100年才等到一次的房子，而现在它属于马云家族了。这次购房登记的是张英的名字，但事实上他早就是马云家族在海外资产的重要持有人之一。不止在伦敦，他在新加坡买了3栋连在一起的店屋，价值高达5000万新加坡元。在法国拥有酒庄和葡萄园，在香港太平山顶买下一栋比利时领事馆旧址，整栋拆掉重建。在美国纽约，马云更是以2300万美元买下一个占地2.8万英亩的私人庄园。这些产业有些是用张英的名义买的，有些则透过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操作。在中国经济下行、外资撤离、百姓看病报销都限额50元的背景下，马云家族在欧美、东南亚扩张房产版图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马云不是早就退休退居2线了吗？他不是在日本种菜，回中国低调行事吗？看来低调只是对外说法，真正的资产转移早已悄悄完成。中国经济的寒冬中，富人们有他们的春天。马云家族用超过上亿美元的资金扩展在全球的房地产帝国。马云曾经是中国梦的代表人物，从英文老师变成阿里巴巴帝国创始人。如今，这位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选择的不是爱国投资，而是把资产分散在全球。问题来了，如果连他们都不把家留在中国，你说这意味着什么？从百姓血本无归到看病限额，从街头贴出怒吼标语到外资大逃亡，而那些曾经的中国富豪早已在海外筑起自己的平行安乐乡。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，我们只是把它一条条讲出来而已。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说你看不见的真实中国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